在距离地球110万公里的一艘宇宙飞船内，一个个睡眠舱正缓缓开启，而睡在里面的科学家们也渐渐苏醒过来。植物学家小丽先从沉睡中苏醒，但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就发现在她对面有一具骸骨孤独地坐在那里，而地上还散落着许多垃圾。在清点完人员并经过 DNA 验证后，可以确定死去的这个人就是阿星。对阿星的遗体经过检测后，判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：在科学家们顺利勘探完113号行星，启程回地球的第2年，阿星的睡眠舱盖发生破裂，电脑只好提前唤醒舱内的阿星，而他为了我们任务完成，没有唤醒任何人。在别人沉睡的这49年里，他一直孤独地生活在休眠室中，靠着应急食物为生。可能后来是精神出了问题，死于他醒来后的第3年。大家都表现出对阿星的深深敬意，说如果是自己，肯定无法忍受，一定会唤醒大家。就在大家缅怀阿星的时候，小丽独自一人在旁哭泣着。不久之后，大家聚在船舱里，庄严肃穆地向阿星的尸体告别，并将他送进了太空之中。距离地球越来越近，大家好像渐渐忘却了那件事，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回程的报告。此时，小丽、阿林和阿志正在舱外检修。小丽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拔掉了某个管路，舱外随即发生了爆炸。舱外阿志和阿林的安全绳断裂，被甩了出去。船长马上传讯一同在舱外的小丽，赶紧用氧气瓶的动力去救人，再拖延就追不上了，必须赶快做出决定，只能救一个人，救阿林还是阿志？稍作迟疑，小丽做出了决定，利用氧气瓶的动力冲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了阿林的手，而阿志惨叫着飘向了远方。一回到飞船，小丽和阿林就被送到医务室中去做详细的检查。躺在病床上，阿林先是感谢小丽的救命之恩，但随后阿林突然问道：小丽，我刚才想了很久，有个问题忍不住想问你，刚才的爆炸不是意外吧？小丽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出了一个令阿林震惊的事情：阿星是被谋杀的，而凶手就是阿志。小丽继续讲述着，她早就知道阿林、阿星还有阿志都喜欢自己，这已经不是秘密了。但小丽喜欢的是阿星，他们2人早在113号行星上执行任务时就约定终生，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并没有和别人说。本打算回到地球就结婚，所以小丽知道，如果是睡眠舱出了问题，阿星绝对不会选择一个人孤独终老。他们已经说好了，余生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一定是有人的睡眠舱出了问题，然后将阿星唤醒，麻醉了他，独自生活了3年，3年后杀了阿星，造成他在外面生活了3年的假象，并最后进入阿星的睡眠舱开始休眠。我们的睡眠舱醒来时根本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上，而是乱七八糟的摆在屋内一角，就是凶手担心被人发现睡眠舱位置不对，从而推断出是谁占据了阿星的位置。但阿林接着问：那你是怎么知道是阿志干的呢？小丽解释道：其实你们2个人我都怀疑过，因为你们说不定已经发现了我和阿星的事，要不然凶手为什么不换别人的睡眠舱，偏偏是阿星的？我猜大概是出于嫉妒吧。我和阿星在113号行星上发现了一种珍稀的植物，我给它取名思念之星。我是最后进睡眠舱的，我在阿星的胸口放了一颗思念之星，代表在漫长的睡梦中我会一直思念他。之后就是我们醒来发现了阿星的遗骸，正当大家匆忙去看遗骸是谁的时候，我却无意间看到了阿志的睡眠舱角落里那颗思念之星。一定是因为阿志一时大意没有发现，所以说到这里，小丽忍不住痛哭了起来，说她并不想杀人，可是阿志活该。看到小丽这副模样，阿林走了过去，抱住了小丽。而这时飞船即将抵达地球。10年后，一个小女孩正在仰望星空，一个女人上前亲吻了一下小女孩的额头，并说：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女孩问妈妈：你会带我去113号行星吗？
妈妈笑着说，我答应你，113号行星是银河系第一大植物星球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这个女人正是已经和阿林结婚的小丽。女儿睡下，小丽走出房间外，看到了被女儿翻出来的当初的那颗思念之星。丈夫已经睡了，小丽端详着装在真空瓶里的思念之星，陷入了回忆之中。但她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，这颗思念之星和前一阵113行星的植物学家们写的图鉴上的不太一样，颜色过于深红，反倒像179行星上的某种植物。小丽搜索了一下，发现思念之星只有在氧气含量高的环境下，经历了20年以上的氧化才会呈现深红色，直至干枯死亡。小丽想不明白，这颗思念之星从被采摘到放进阿星的真空水面舱，根本没有那么长时间去氧化，那为什么这个会变成深红色呢？有种不安的情绪在小丽心头蔓延开来，但她始终不得其解。想到有些头痛的小丽不打算再去纠结，关上灯准备睡觉。就在这时，不小心把闹钟碰下了桌子，掉到垃圾桶盖上，滑进了垃圾桶里。突然小丽想到了，原来是有人故意把她往错误的地方引导。那个思念之星一直放在阿星的睡眠舱盖上，当舱盖打开时，思念之星就滚进了阿芝的睡眠舱里。而唯一会这么做，有这个动机的，就是现在睡在小丽身旁，已经和小丽结婚的阿林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某天你无意间看到一样东西，当时没有感觉，事后越想越觉得熟悉。它在你心里的形状和样子也变得越来越奇怪，直到它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画家冷军因为最近缺乏灵感，创作遇到瓶颈，经常到画展上想从别处寻找灵感。有一天，正在为创作发愁的冷军在经过一个小巷子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堆被人遗弃的画作。那可能是初学者的作品，觉得太差就扔掉了。但冷军觉得，虽然初学者的作品基础和技巧不行，但是生命力和创造力却很旺盛，看一下的话说不定会有所启发。而这里面有一幅画引起了冷军的注意，这上面画的好像是个女人，大概是被水泡过了吧，完全看不清楚原作是什么样的。但就是这样一幅画，却给冷军留下了很奇怪的印象。当天晚上，他一直梦到那幅模糊不清的画，他在梦里变得越来越清晰，那女人的样子也变得越来越可怕，甚至在白天也阴魂不散。冷军被他折磨的脑子快炸了，而且那个女人的样子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，必须马上去找心理医生。冷军想，可是那个心理医生却把冷军的事情透露给了好事的记者。冷军因为得罪了记者，被写成了江郎才尽的废柴，被艺术逼疯的神经病。冷军的名气更大了，可惜是那种丢人的名气。遭受外界和内心双重折磨的冷军快要疯掉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，说不定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，就是用他脑子里的那个女人创造出震撼人心的画作。冷军想，既然那个画像能如此的震撼到自己，那肯定也能震撼到别人。就算是恐怖，那也是种恐惧的艺术。像农神使子、尖叫的教皇，不都是令人震颤的名作吗？自己的画一定比他们的更直击人心。就这样，3个月后，冷军宣布举办画展，并选了一个最大的展览馆。开展前，花巨资在全世界做宣传，邀请了众多名人及媒体。经过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，冷军口中的绝世佳作展现在世人面前。他的名字叫做微笑的妮娜。这次画展成了爆炸性的新闻，但可悲的是，并不是对画作的正向评价。现场所有的评论家和记者恶评如潮，在各大网站上痛骂画家和这幅恶心的画像。少数支持他的人也被骂得体无完肤，他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笑话。展览馆除了刚开始有几个猎奇的人进来看看，后面就没有人再来了。冷军前半生积攒的良好声誉一下子跌至谷底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在自己的画像前
上吊自杀了。这件事又一次震撼到了新闻媒体，全世界都在疯狂地报道这位为艺术而死的画家。展览馆挤满了瞻仰的人群，这幅巨画也活得一塌糊涂，竞价一升再升，贵到离谱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那这个故事跟预言有什么关系呢？别急，故事又要从头说起。时间回到10几年前，一个落魄的画家林君捡到了一个水晶球，他被水晶球独特的光芒所吸引，决定把它画下来。林君在画室里一边盯着水晶球画画，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心中的画面。时间久了，他的一些幻想会在水晶那里得到回应，但他只觉得那是幻觉。可随着那些幻想一一成真，林君逐渐意识到，这个水晶球是可以预测未来的。他并不缺钱，可是他贪慕名声。平庸的他一心想要在艺术界成名。林君拜托水晶球让他看到未来诞生的名画，他想一一临摹下来，这样他就成了名画的初创者。而水晶球展示的名画中，就有那幅微笑的妮娜。林君花了很久把它们临摹下来，之后便带着这些画去找画廊老板和鉴赏家。但林君太天真了，名画之所以成为名画，不只是画面上的技巧，更多的是名画背后的故事以及画家的名声。有一天，林君上街不小心被卡车撞到，受了重伤，全身瘫痪。林君的母亲认为是那些奇怪的画害了他，就把那些画扔到了小巷深处。日久天长，这些画被雨水淋湿浸泡，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直到被冷君看到。某天，小倩接到了初中李老师的电话，老师告诉小倩，她妹妹的那个案子已经查清楚了。挂掉电话后，小倩陷入了回忆。李老师是自己的化学老师，同时也是班主任，已经9年没有联系过了。为什么突然今天说起自己妹妹的事？想到妹妹，就不得不提10年前发生的一件伤心往事。小倩和妹妹都是孤儿，两人相依为命，上学的时候也在同一个班级。那一年爆发了一场大传染病，所有人都被隔离在校园里，一连好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妹妹突然在课堂上呕吐起来，去校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并不是传染病，而是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被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听到了，顿时校园里流言四起，所有人都在妹妹背后指指点点。小倩也很难相信，妹妹是那么老实听话，甚至有些懦弱的孩子，怎么可能会跟男生有过那种事？但无论小倩怎么问她，她什么都不说。终于有一天，妹妹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，从楼顶跳了下去。悲伤、愤怒、绝望，妹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倩了解妹妹的为人，这肯定是有人逼她做了什么不想做的事，而且这个人一定就在学校里。妹妹从不乱走，为数不多几次跟小倩分开，就是在班级卫生区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很大可能就是班里的男生做的。可惜没过几天，小倩他们就要毕业，没有时间再去详细调查。毕业那天，班里会有埋时间胶囊的活动，妹妹不知是何时做好了她的盒子，跟小倩的放在了一起。第二天，大家兴高采烈地把密封好的时间胶囊埋进了地下，但小倩却哭得不能自已。妹妹埋进土里的是对未来的憧憬，可她已经没有未来了。1年之后，正在上高1的小倩突然收到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给姐姐。难道是妹妹的信？小倩想。打开信封，妹妹说这是她拜托自己的一个笔友，拖了1年才寄给小倩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，真相不会永远埋在地下。妹妹在信里这样写道。看到这里，小倩想，难道埋在地下的时间胶囊里有关于妹妹自杀的真相？事不宜迟，小倩赶到了学校，正好当时有回母校探望的同学们，就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。小倩拿出妹妹的信，希望老师挖出时间胶囊寻找证据，但老师拒绝了。在场的同学们也觉得是小倩想的太多了，都纷纷反对。老师说应该发到校内网上，让当年所有人一起投票来决定。小倩就在一片哄笑中愤然离去。就这样，
9年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小倩不明白为什么老师突然今天给自己打电话，不过算起来明天就是时间胶囊开启的日子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倩决定去见老师一面。9年未见的老师向小倩说出了当年事情的真相。对于小倩妹妹的事情，老师这10年来一天都没有忘记，因为老师年轻时也被性侵过，所以他懂那种屈辱与痛苦。他发誓一定要替小倩的妹妹报仇。为了找出那个混蛋，老师模仿妹妹的笔记给小倩写了封信。老师知道小倩并不擅长做戏，所以只能骗她，让她相信有证据被埋在地下，这样那个混蛋才能上钩。老师把小倩想挖时间胶囊的事情放在校内网上，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要让那家伙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，每个晚上都睡不好。但是并没有人去挖，包括寒暑假老师也安装了监控，可是一直没有人来挖。最近几年从朋友圈里看，班里每个男同学都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完全看不出会是谁做出那种事。老师希望是自己想错了，并不是自己班里的人。小倩这时突然问道：老师，你不是说已经查清了妹妹的事？老师解释道：我今天之所以叫你来，是因为时间胶囊里面有炸弹。因为老师觉得就算有人来挖，知道是谁干的了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所以就做了一个爆炸装置放进了胶囊里。这也是老师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守在窗前监视的原因。万一那个混蛋雇人来挖，老师还能赶紧去阻止。年轻时无所畏惧，但现在老师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一直叫他去国外团聚，今晚必须要走了。老师有一种预感，今晚那家伙一定会动手，因为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临走前，老师对小倩说，不管今晚发生什么，明早就去报警，把事情都说出来，千万不要连累到其他人。最后，为了妹妹，你一定要好好生活。说完便坐上了飞机。就在这时，电视中传来突发新闻，某某中学发生爆炸，20多名男性横尸当场，而那所中学就是小倩的学校。当年班里所有的男生都有份，如果是一个人做的，大概早就去挖了。但是那么多人，他们都在互相等有人按捺不住就挖，就这么一直拖着，一直拖到时间胶囊出土的前一晚，才约好一起。